张秀兰，当初你说让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给周树林，留下来陪你和孩子，我答应了。可你呢？儿子才5岁，就带着他玩消失，让我找了足足30年。没想到你居然和周树林搞在一起，你还是人吗？这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蠢了，谁让你信呢？秀兰和我在一起，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。你忘了当年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怎么像狗一样求我？李建国，你少在这给我扯肚子了！爸，这乞丐哪来的？你是阿明，我的儿子阿明。臭乞丐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阿明，我真是你爹。李建国，别浪费力气了。阿明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感谢你帮我白养了10年儿子。你他妈说什么？树林哥说的没错，阿明是他的种。可笑你这个蠢货，这么久了居然还不知道。还敢乱认儿子，你这种叫花子也配！我弄死你！让你乱认爹，让你污蔑我爸爸，让明娥不感谢你们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李建国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把录取通知书给树林哥！这是77年，我竟然真的穿越了！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和秀兰，会把秀兰肚子里的孩子当我亲生的看待。居然让老子拿到了这种东西，这辈子我不仅要保住名额，还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如果我不给呢？想反悔吗？立刻把东西给树林哥，否则我和你的事儿可成不了。建国，听秀兰的，给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给了？你有本事再说一次！老子说，我不给。我肚子里可怀着你李家的种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要把我气出个好歹，你负得起责吗？这我得说你了，秀兰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那么自私呢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李建国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我！老子乌头的事，轮得到你这个瓜皮来指手画脚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树林哥也是为我和孩子，你凭什么打树林哥？雷明娥是我凭本事考来的，哪个也别想抢！再敢来跟老子耍混，热你的温，老子弄死你！李建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后悔。以前那会儿，我和家里说不想去上学了，还想把名额让给其他人。建国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我把录取通知书也拿回来了。说嘛，这回又打算来骗我们啥子？老汉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我误会你妈卖麻花，你又要和张秀兰搞什么把戏？那时候居然还想着回来骗他们的血汗钱，前世的我确实没个样。老汉，这次我不会再让名额了，我要自己上大学。把你那点把戏收起来！哈，雷回你不要想在乌头骗倒1颗米。你放心吧，学费我会自己赚，不花乌头1分钱。你这孩儿除了会给张秀兰当牛做马，还会干啥子事儿？要是做出啥子丢脸事，雷辈子默认我们。他还不是以前遭你伤到心了？来块红条，你先吃到。这回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老汉，我出去一趟，今天不用给我留饭了。前世这些报废机器最后都当破铁卖了，结果农忙的时候一台抽水机都找不出来，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。老站长，这些机器是咋个回事？建国，还不是这些破玩意儿愁人啊！我看这个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，要不我试一下？你个毛头小子，别吹牛了！公社农机站的老师傅都没辙，你能修好？修不好，我免费拆3天废铁。行，工具在那边。
这些蓝图就像印在脑壳里一样，手上的动作根本停不下来。我晓得，这台收割机复活了。这手艺真行！别说一台报废机，送你5台，板车在那儿，你自己拉。5台报废机，差不多可以组装成2台抽水机，一台至少能卖50块钱，这就是我的第1桶金。妍儿，在做啥子哦？建国哥，哥带你赚钱。好啊，建国哥，我跟你干。妍儿，我们这个事儿莫跟别个说，不然都赚不到钱了。我不说，建国哥，我保密。弄好了。虽然不晓得脑壳头类蓝图是哪样来类，但实用性确实可以。哇！你今天是不是去旁边农机站了？还白拿了别个5台收割机。是我帮老辈子修好了一台收割机，他送给我嘞。我看你都是想把这些破烂拆了卖废铁，再把钱给张秀兰送过去，还张起个嘴巴说要个人赚学费，结果用老子勒脸去忙人。你桂儿还有能耐？那些废弃零件我也没打算卖废铁，我要把它们组装成抽水机去卖。你那事儿老子不管，农机站类人情，你个人还。建国，这是啥玩意儿？看着像个铁疙瘩。那个是抽水机，抗旱浇地用的，比人工挑水快10倍。你这玩意儿能用吗？咱村的水渠都快干了，正愁没抽水的东西。把这里的把手压下去，水就喷出来了，方便得很。好小子，真能用，这可是帮了全村的大忙。对呀，一台抽水机我给你60块，村里正好需要，我这就给你开张支援集体抗旱的证明，盖上村委会的章。谢谢老辈子了，藏好点，不让别个看到了。好，谢谢建国哥。没得点出西德，是不是又切给张秀兰跑腿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把报废的收割机改成了抽水机，卖给村头了。那时卖了120块，还有村委会的证明。把那堆破烂改成抽水机了，还卖给村头了。全村乐人都看到了。李建国，老子警告你，你娃莫在村头偷奸耍滑乐哈，等哈老子第一个为民除害。哎呦，这钱是咋个来的呀？是我赚的。你儿牛不牛？累不累哦？妈给你留了饭，热一哈都能吃。妈，微钱你收到，赶上伙食。哎呦，要的，妈给你存着，留到当学费哈。哎，又来了！我听村里的人说了，你搞了2台抽水机呀！哎，你小子能耐呀！哈哈哈哈。老辈子，你拿到出包烟，那回我想再搞10台报废发动机，你看好多钱。你帮我修好了柴油机，还帮我清场地，这10台你随便拿，钱不用给了。那还是不得行啊，该给的钱得给。这样，以后有啥子秀东西类活儿，你帮我多搞点嘛。够实在。这样吧，都村里人，那我收你20块，10台全给你。感谢老辈子，那20块你收好。建国，你这手艺真不赖，4台抽水机
2台脱粒机，我全要了。抽水机60块一台，脱粒机80块一台，总共400块，我这就给你结账。学费早就够了，还能给妈老汉留不少。雅儿，这50块是你的，赶紧藏好。谢谢建国哥。李建国这混蛋，居然能买这么些好东西。你猜我刚才看到啥了？啊？看到啥了？是李建国那小子买了2袋白面1斤红糖，还割了五花肉。你说啥？他哪来的钱买这些？有人说他搞啥破农机赚了不少，想不到是真的。啥是农机？能赚这么些？肯定是拿他大学生身份搞来的。要不是他当初反悔不给我录取通知书，现在这些好东西都是咱们的，哪轮得到他风光？找他要去，那都是他欠我的，他赚的钱必须分我一半，不然我就闹得他身败名裂。对，闹他！你给我出来！乱钱了，揣着钱躲家里享清福，不管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死活是吧？就是，人秀兰可怀着你李家的种，你就是这么对别人的？当初你跪在我家门槛上求我说，只要我还了你的种，你以后赚的钱全给我，家里的活全你干。我告诉你，李建国，今天你不把赚的钱分我一半，我就坐在你家门口不挪窝。这怀了孩子，按说该负责。是啊，就算有啥矛盾，也不能不管怀着孕的女人。确实不地道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建国以后不好找媳妇。肉楠，你那话说的，我们乌头咋可能不负责呢？你先不要闹嘛！看哈你累鬼办累事儿，你是要把我无头脸给丢光吗？你说你肚皮头娃儿是我累，你确定不？都往我身上来！秀兰都怀了好几个月了，你怎么能不认？你太没良心了吧！张秀兰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泪娃儿是我的不？我告诉你，这孩子就是你的，你必须负责。建国没这么做人的，今天你必须给秀兰一个说法，把钱分她一半。既然是我勒娃儿，我肯定认。按村头勒规矩，你都是我李家的女人，对吧？那又怎么样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！你这个杀千刀的，遭天打雷劈的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敢打秀兰，我废了你！那一起是啥子意思呢？身为老子类女人，跟别类男类勾勾搭搭，怀企业重来骗我钱锁。周树林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居然勾搭有主的女人。这要是搁以前，得沉塘。换我也打，这要是忍了，男人的脸往哪儿露？今天我无头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大家都先回去吧。老子看得巴适。我晓得以前我混，但现在我只想好好上大学，以后让你跟妈过上好日子。杯子仨，雷把是我随手搞的，你拿去用吗？除开成本外，还剩430，你帮我拿到吗？钱你个人先放倒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该自己管钱了。那小子不但打我们，还投机倒把赚黑心钱，太不是人了！你看我的脸，就是李建国打的，我还怀着孕呢，他居然下手这么狠，破坏集体利益，还家暴孕妇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光天化日投机倒把，还敢打孕妇？走，我这就带民兵去抓他，让他交罚款赔罪。李建国，有人举报你殴打孕妇、投机倒把，用报废零件组装农机坑害集体，赶紧滚出来！说话要讲证据，我孩子靠手艺修农机，
这是帮集体，怎么就成投机倒把了？老李头，你别在这跟我狡辩，这儿可是有人证的。哼，李建国，你那钱是怎么来的？你自己不知道？用破烂组装机器卖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就是，大家伙可都看到的，你必须把赚的钱全交出来。还有，你得给秀兰赔礼道歉，赔偿医药费，不然今天你们都走不了。动不动就抓人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把该交的东西交出来，跟我们一起走。王大队长，你说我违背规定，损害集体，你要拿证据出来吧？我这儿可是有正规证明的。这证明是正规的吧？我看像。我孩子是帮集体办事，不是投机倒把。倒是这两个，天天不清不楚，现在还来诬告好人，这骗人，胡说八道。你说假就是假的，我看你才有问题。我今天必须要讨个公道。你个问啊！这可是生产队给我开的。别想蒙混过关。没错，解释不清楚，这事儿没法轻易了结。我孩子做的事情都是我教他做的，你要抓就来抓我。对，是我们两个叫的。还敢帮他！我成全你们，不准动我孩子！你还想干嘛？王强，欺负我就算了，你还欺负我家人！好，好，好，那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以后给我等着！以后可不好说。王强，你在胡闹什么？让开！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这里家子暴力抗法，你看还想打我？我看该抓的是你。李建国改装农机是经过大队部同意的，是支援集体抗旱，不是投机倒把。哼，人家建国市给咱村里做了贡献，倒是你居然敢破坏集体！给我拿下，带回办公室停职反省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拿走！哪个喊你们走了？跟我们没的关系，都是王强。没的关系，刚才喊的最凶的是不是你们？还要抓我妈老汉去坐牢，看到没的？我妈老汉要是伤到哪点，老子今天把你们两个废了！你不能孕妇，你也配当妈？马上给我妈老汉跪到磕头认错，不然我马上喊村长把你们当坏分子抓去游街。错了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书生，我错了。这只是利息，我们的账慢慢算。传遍了十里八乡，再加上李建国的抽水机确实神效，李家院子这几天门槛都快被踏破了。我家那块地多亏了你的水泵，不然苗全旱死了。建国，我也要订一台脱粒机，钱我都带来了。都有。第二，把王二叔的零件搬到棚子里去。好嘞，建国哥。看着被人群簇拥的儿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，但一看到李建国看过来，他又立马板起脸。老汉，帮个忙嘛，那个轴承我磨不好，你手艺好，帮我搞一下子。笨手笨脚的，我看你是离了我转不动。拿来。让跟我说了，王强那狗这次栽惨了，估计要被送去劳改。那是他活该。你打算咋个办？妈，老汉，大学我肯定要上，但不是现在。啥子意思啊？我想申请保留1年学籍。
虽然现在赚钱了，但大学还是要上的啊，那是光宗耀祖的事。我要是走了，这毯子是谁来弄？我想把这个土房先翻一遍，到时候我再去读书，心里才踏实。有志气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李建国那个混蛋，现在全村都巴结他。只要李建国还在村里一天，你们两个就永远没好。打又打不过，告也告不赢。他不是卖机器赚钱吗？要是他的机器出了事，你们说谁还敢买他的机器？你想咋弄？来拉土里鸡的日子，今晚我去给他加点料。加什么料？反正今晚你们就看我的吧。你不是能耐吗？我看你机器飞了咋办？怎么样，都搞定了吧？放心吧，哥，铁定要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建国，听说你这拖地机转得快，拖得干净，我们想当场试试，要是好，立马给钱拉走。哈哈哈，没得问题，现在的货都是现成的，马上试机。结构异常，飞轮动平衡不对。这飞轮的螺丝好像被动过。不对，这个不对。晓得了，去旁边玩。新机器有点灰，我先通下油路清洗一下，免得弄脏了大家的粮食。谁来帮我看哈飞轮转的稳不稳？我来吧，也算我一个。注意了哈，点火！我的眼睛！这就是你们说的看机器，这是看变戏法吧？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哪个缺德带冒烟的，昨晚动了我的排污阀。我这机器上涂了特殊的防锈油，只要摸过螺丝，手上3天洗不掉。周树林，你勒个手，往背后缩啥子呢？我不晓得，我没摸啊，我的眼睛好痛！跟老子斗，玩不死你们！那小子真这么邪乎，把你搞成这副德行？少废话！这口气不出，我往字倒着写。赖子，你这是灌油料的，我想办法治治他。那小子搞农机，没得油就是废铁。不管是柴油还是机油，一滴都不许卖给他。开了证明的，不卖违反规定啊。理由还不是随便找，出了事我顶着。同志，打20斤柴油，这是证明合票。没得有，我看前面那个人才打了满满1桶。你的手续不全，证明不合格，打不了。下一位，大队不签字的，哪点不合格？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，哎，赶紧走，别挡着后面的人。行，你卡我脖子，我就换条路走。娃儿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不去想办法搞油，在这玩密舔，空干傻子。要饵，继续把这个坑扩大1倍，要深。娃儿，你莫疯了，这个事儿，你老汉我出面去给你解决。真不用，老汉，你就看到起。
我就看见你在后院挖了个茅坑，你可别想装疯卖傻。建国，实在不行就算了，退钱吧。今天我就让你晓得，啥子叫变废为宝。王强，你看清楚了没得？老子不用你的油，机器也能转。哎呀妈耶，这是啥神仙法术？就靠那粪坑里头的臭气都能行？够热了呀，还真有点东西呢。那是，你不看看哪个生嘞？建国，你这脑子到底是咋个长的？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我就说这玩意儿有出息吗？哈哈！哎呀，真是神了，没有也能让机器动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哎呀，太棒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肯定在地下埋了暗管，你藏了油。管子里是沼气，要是漏气遇火炸了，把你蹦上天。啊！猪屎臭气能发电，你把大家当傻子哄！我要检查，我要揭穿你的把戏。我这技术是保密的，凭什么给你看？凭什么？李建国，我看你怕是不敢吧？就以为我不敢去找事吧？辣眼睛！我的妈呀！我还是别找了吧。别找了，这都是粪啊，有什么好搅和的？哎呀，就是，这地儿我一秒都不想挨了。要不要借你个哨子尝尝？是不是油味？好得意，我没找到不代表你没有。王大队长的意思是，打算赖账吗？哦，哼，我这可不是赖账。李建国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肯定是耍了什么花招，把油藏起来了。推开人群，那股子急切的劲头把村民们都吓了一跳。他是县农机局的技术骨干刘建设，他早就听说过李建国的事儿。停机！快停机，让我看看！拉下了熄火绳，机器缓缓停转，轰鸣声消失，院子里只剩下大家急促的呼吸声。妙啊！这设计，这是你改的？是我改的，家里没油了，只能想点土办法，让老辈子见笑了。喂，我是县农机局的刘建设，我搞了一辈子农机，还没见过这么接地气、这么实用的技术革新。县里的专家技术革新，这一连串的大词砸下来，连县里的专家都肯定了李建国，他刚才的那些质疑简直就像小丑表演。这都像跑路了，刚刚跟我赌的2头猪，啥子时候兑现？建国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那猪是我留着过年，可不是开玩笑。这是真巧啊，我就是路过。刚这娃说我弄虚作假祸大家，还跟我赌了他5头2头猪。说人弄虚作假，还想赖账？有这么做人的吗？说你故意不卖油给李建国同志，搞得大家无法生产。误会，刘工，这都是误会，是库存紧张，破坏农业生产，阻碍技术革新，那可是要把牢底坐穿的。这件事我会考虑跟公社汇报。我这就是个玩笑，我这就兑现。
那就别磨蹭了。妈，老汉还愣着干啥？啊！把猪赶起走。小李同志，私事解决了，咱们谈谈公事。国家现在大力提倡技术革新，你这个沼气发电项目很重要。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拿着这个，直接去县物资局领。谢谢刘公，我一定不给县里丢脸。你这个王八蛋，这些都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咋了？李建国那机器不是没油吗？我看他今天怎么收场？收场？人家现在风光大发了，搞出了什么沼气发电，连县里的专家都专门开车来夸他，还给他开了特批条子。连王长歌都被骂得跟孙子一样跑了。啊，沼气发电，这小子是不是中邪了？咋突然这么大能耐？现在全村都巴结他，以后这村里还有我们站脚的地方吗？肯定要回来收拾咱俩。硬来恐怕不行了，连王强都吃了瘪，咱们还能咋办？状元上大学是要政审的，是要名声的。要是让公社晓得他投机倒把，作风有问题，你看他还上个屁的大学？你是说举报他？可是咱们没证据啊！只要把他名声搞臭，公社一来查，他就完了。你们想啊，李建国平时吊儿郎当的，除了干农活啥也不会，咋可能突然考上状元？那通知书指不定就是花钱买的。这可是犯大错误啊！那可不，他搞那个农机厂赚了那么多黑心钱，不就是为了买这个文凭吗？吃错药了。李建国在家吗？我是。两位有啥子事？盗取国家技术，舞弊！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去公社把问题交代清楚。我儿是成绩是真的，收益也是真的，咋会烦什么？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还有写举报信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！交给我。我是清北大学的教授孙文斌，我略懂急救，快把老人家放平。把通知书给他们吧，只要不抓你，妈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你放心，那个是我凭本事来的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不会有事。李建国同志，其实我这次来，不仅仅是因为举报信，建设同志汇报说咱们这里出了个天才少年，所以特意从省城赶来看看。你的技术是偷的，是拼凑的诈骗品，这关乎到学术诚信，我必须亲自核实。我可以证明，就是他偷的。对，他平时连个螺丝都不认识，咋可能懂这些高科技？是啊，李建国以前哪懂这些，指不定真是偷的。孙教授，既然你们质疑我，我可以现场画图。如果是偷的，我肯定背不下来这些数据。如果你真能说出个道道来，我亲自为你证明。把斜齿轮放在这个角度，
天才，这简直是天才的构想，这比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的方案还要先进。谁说是偷的？这绝对不是偷的，这是划时代的自主创新。学校正式邀请你，不用统招了，我要特招你去清华，本硕连读，学费全免，还要给你发最高等级的奖学金。你们这是在诬陷国家栋梁，是在阻碍国家科技进步。这种恶意诬告、嫉贤妒能的行为，性质极其恶劣，必须严惩。太欺负人了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！你们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路啊！都是他，是张秀兰指使我的。周树林，你放屁！你要搞臭他，让他上不了大学。举报信也是你写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够了！不管是谁主使，两人都要受罚。现决定对你们两人各罚款100元，没收周树林今年全部的工分。我这1年的辛苦都没了，那可是我的口粮啊！我以后该怎么过呀？按破坏分子结论处去蹲大牢。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能力先帮帮村里。好，有理想。行，清北的校门随时为你敞开。那可是清华，咱们老李家族焚冒了3丈高的青烟，硬是遭你一泡尿。要是大家饭都吃不饱，我一个人去享福，书也读不踏实。乡亲们，既然我留下来了，那咱们就好好干。农机厂全力搞生产，大家有劲儿的出劲儿，有车出车。我让大家桌上都有肉，兜里都有钱。的答案，风吹过山岗的温柔，刚像在指尖。这3个月，咱们跟着建国搞农机，虽然累点但咱们赚大发了。今天咱们按劳分配，每户参与的至少分红200块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现钱，这钱我想把家里那漏雨的破草房推了，盖大瓦房。我要盖3间大瓦房，还要起个猪圈。咱们既然有钱了，就该住好的。咱们全村一起盖新房，搞个新农村。你听说了没？李建国那小子带着那帮泥腿子赚钱了，现在正嚷嚷着要买砖盖房呢。三哥，您糊涂啊！那帮人现在急着盖房，那是刚需。要是您现在卡住砖头，涨他个几倍价，那帮泥腿子的钱不就都进您口袋？有点意思。画了个大牌子，今日专价5分钱1块，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：原价2份。怎么不去抢啊？嫌贵别买啊，回去住你们的草棚子去。哟，这不是建国大能人吗？听说你带大家赚了钱，赚了钱连砖都买不起啊！求我啊，求我跟三哥说说情，说不定给你便宜1厘钱。走，咱们去县里买。县里砖厂路远，运费算下来比我还贵，方圆30里就我这一家要，爱买不买？你这是要把垄断生意做绝了。你有本事你自己变出砖来啊！你要是能弄出砖，我赵老三以后管你叫爹。我没你这种不孝子孙。乡亲们，这高价砖咱们不买，咱们有手有脚有技术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。半个月后，我让大家用上1分钱的好砖。1分钱，我看你是失心疯了！你造出来，花花菜都凉了。找到了。
这根巨大的液压钢体却是实打实的军工钢材。这钢体闭后，只要换个密封圈，重新烫模一下，压力至少能达到200吨。小伙子，那玩意儿死沉死沉的，当废铁卖都嫌沾长。你要这干啥？这台液压杆加上那边那堆槽钢，还有那个旧电机的转子，我都要了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。哎呀，这就是不用火的砖窑，我看像个棺材板板。听说赵老三已经放话了，你要是弄不出砖来，他就把你这堆破铜烂铁砸了当废铁卖。嘿，傻子配疯子，绝配！我看你们过几天怎么哭。师傅，不是说好今天送2吨水泥吗？咋个要拉走？建国兄弟，对不住，赵老三发话了，我要是卖给你，以后的车就别想在这一片跑。实在没办法，这水泥我得拉回去。没水泥，你就算真能造，那堆铁疙瘩就是一堆废铁。那你要是跪下来求我，再喊我3声爷爷，我说不定还能赏你2袋水泥。你以为把水泥卡死我就没办法了？怎么，你去偷、去抢，还是用泥巴糊？有一种东西叫高钙粉煤灰，还有一种东西叫自制硅酸盐。啥玩意？这2样东西化肥厂和电厂的废料堆里多的是，他们求着人拉走，还是免费的。既然你想玩绝的，那咱们就看看，到底谁死。官儿，这真的行，没得水泥，这泥巴能硬。老汉，相信科学。这东西虽然没有水泥凝固快，但强度比红砖硬3倍。老汉，通知乡亲们，明天开机。个月到了，砖呢？照之前的约定，老子今天要砸了你的场子，让你以后再也不敢吹牛皮。飞牛，砸了他！急啥子？时光一逝永。也没烟儿，这能烧砖？雷声大雨点小，我看是在磨洋工。也相随，春风又是泥巴。吹。赵老三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免烧砖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狗屁免烧砖，不就泥巴吗？你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大家伙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泥巴咱们咋用啊？大家伙儿，建国可是带咱们赚钱了，别瞎说。你们赚了几个子儿啊？大头都落到李建国自己兜里去了。你们这群被人耍了还不知道？拿你那红砖来跟我比比，不就知道了？拿过来吧，试试，让老子看看。你这破砖有多硬？
事儿，这还是刚出来的石砖啊！要是干了得有多硬，简直是石头嘛！真的成了，我婉儿没骗人，这怎么可能？各位乡亲，这种砖不用烧煤，不用粘土，只要废渣。我要2万块，我要5万块，建国先给我定。都给老子闭嘴！这小子用妖术，那是妖砖，给我把机器砸了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想当黑社会？我看你是想吃枪子了。撤！订单倒是不少，就是咱们这院子太窄了，机器转不开，砖也没地儿晾。我们得扩建，得搞个正规的厂子。沙子爷，你还要开厂？婉儿当老板了，你当老板的老汉，这还不好啊？算球了，你要搞个人搞，我是不懂你勒些。打算咋个搞呢？我看村西头那块地就不错，我已经找村长批下来了。没种庄稼，是块荒地，就是杂草多了点儿。行，你想干就干，妈支持你。谁敢动这块地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的。我已经跟村委申请承包了，在这儿闹什么？集体的，放屁！这块地是我们几家的祖坟山，太爷爷、王二家的祖奶奶都埋在这儿。你想在这儿建厂，那是挖人家祖坟，除非你赔钱，还有泥厂开起来后给我们安排进厂。当干部不用干活光拿钱那种。收工，咱们不晾了。不晾了。那你这厂，这地留给你们守着发财吧。秀兰姐，他这是啥意思？不见了？那咱们那500块钱找谁要？他在吓唬我们呢。那机器都买了，订单都接了，他能不扩建？等着吧。不出2天，他肯定得提着礼物来求咱们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这群二流子平时不干活，现在看到集体有肉吃了，就想来砸锅。建国，你别怕，我去叫民兵连把他们轰走。轰走容易，但要是他们以后天天来厂里挠呢，或者半夜往厂里扔砖头呢？那你打算咋办？说只要我肯去他们那间分厂，地白送，还给免3年电费。建国，你可是咱村的人啊！这招交付底抽薪金，实在是高，就这么办。下午3点在大院开会，每户必须到场。他们是为了维护传统、维护风水，何况建国赚钱了，回馈一下乡里也是应该的吗？鉴于村西头荒地存在重大纠纷，扩建工程无法进行，这是得有人站出来负责。利民农机厂的新厂房搬迁至隔壁刘家村。我就带工程队去刘家村动工。这是啥？搬走去刘家村？以后咱们村的老厂房只留个仓库，招工名额自然也是优先刘家村的村民。
你想钱想疯了，把建国逼走了，我们全村喝西北风啊！就是太缺德了，还说是自己人呢！你还想要500块？老子今天打得你吐出500块！平时装的人模狗样，被地里进干段子绝孙的事，不会，大家别动手，我是为大家争取利益，争取你大爷！把这块地平了，今天就算挖出阎王爷来，也得把地基打下去。石头不认人。给李建国当狗还当得挺开心。哎呀，这地下面阴气重啊，在这儿建厂，以后肯定要出事儿的。再敢在这儿胡咧咧，信不信老娘把你埋进地基里镇宅？婉儿，你看王强那张脸，跟吃了死苍蝇一样。嘿嘿。以后咱们厂每天上下班放歌，每顿饭闻着肉香，我就要让他们看着闻着就是吃不到。你就是李建国？我是。您是？我是省农机公司的赵刚，是县里刘建设刘工向我推荐的你。是啊，刘工说你是个把废铁变宝的天才，孙教授也说你有着超越时代的机械思维。乡亲们，这半个月咱们没有白天黑夜，机器不能停，人携机不懈。干不成，咱们就得去喝西北风。林壮，3倍违约金，呵呵，林建国，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我了。我把自己那台改装的大功率电机开到了最大负荷。你看他们那热闹劲儿，听说这单干成了，光奖金就发好几千，咱们就这么干看着。李建国现在全靠那些电老虎机器赶工，按减了，便压气一烧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到时候违约金一赔，李建国就得去要饭。哥，这可是破坏电力设施，抓到要枪毙的啊！你想想张秀兰肚子里的种，你想想李建国是怎么把你踩在脚底下的。只要这一剪子下去，我给你200块，足够你带秀兰去外地过好日子。停电了，大家莫慌，站在原地不要动。老汉，拿手电筒来。主电缆剪断导致短路，把变压器烧了。这种工业变压器县里没货，得去省城调，加上运输和安装，最快也要20天。还有3天就要交货了啊！天杀的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是啊，
还有3天就要交货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把你李建国卖了都不够赔的，乡亲们，厂子肯定要倒闭了。拿咱们的工钱和集资款去抵债，大家快抢啊！把机器搬走抵债，晚了连根毛都剩不下。不能让他把我们的钱赔光了！去工厂拿设备，还我工钱！大家搬机器抵工资啊！搬机器，别让厂长跑了，那是我们的血汗钱！王强，你可别怪我动手！李建国，你要干嘛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鼓动人搞我，趁火打劫，我弄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也是为大家考虑，大家都要吃饭嘛。不就是那条要命的龙口河吗？看见啥？你们要电，那河里全是电；你们要钱，那河里流的都是钱。去他妈的变压器！没有电，老子就在那河上修个发电站，我自己修。修发电站那是国家干的事，乡亲们别听他瞎扯，他是想转移资产跑路。各位老乡，跟我赌一把，3天，只要全村人跟我干，3天我就在龙口河上把电发出来。确实是下策。别信他，3天修水电站，神仙也做不到。王二从来没说过空话。砖头他造出来了，机器他造出来了，不如搏一把。10个带种的，跟我去河边。搬机器回去也是懒家，不如赌一把。建国，我们就信你最后一回。3天，我看你怎么死！看来这小子真有点门道。咱们捡电缆的事早晚得漏，今晚有暴雨，等他们烂水咽和龙的时候，你去上油闸门那儿。李建国，你不是很能耐吗？我让你修，看你拿什么跟大水斗。我的眼睛！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的。这里已经设置了自动照明系统，只要有人经过，灯就会亮。我们走吧。我都说是王强，是他逼我这样做的。他说事成之后给我200块钱远走稿费，在那儿，他就在那儿。放开我！我要去上面告你们！可在那之前，咱们先算算账。全厂停工2天，200多号工人的误工费，加上违约风险，这笔账少说2000块。2000，我这辈子哪见过这么多钱啊！这把我卖了也不够啊！事儿是你干的，手是你动的，这钱当然你赔，老子1分钱没有。王强，你还真有意思，你想让我一个人背锅？做梦！告诉你，我没钱了，家里也没东西了，只有1条命。但这家伙不一样，他家里可是有5头正准备出栏的大肥猪，还有他爹妈死前留了1盒子金银首饰，就在他家床底下的尿壶下面埋着呢。你疯了吗？你揭发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拉开！至于你，王强，既然你说你没钱，那咱们就公事公办。
建国，看看这天，老天爷都在帮我。这么大的暴雨，河水暴涨，你还想在这儿修发电站？你就违约，你还是要赔死，还是要破产？发大水！王强，你和法盲加文盲，这叫天助我也！兄弟们，水越凶，劲越大！开闸放水，让这漫天的洪水为咱们干活！这就叫人定胜天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妖怪！妖怪！我看你才是祸害！我就是来治你的人！把这家伙送到公社去！都是你，差点害死我们！把你送衙门都便宜你了！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现在想到咱们是一个村的了，带走！好啊，好东西！这脱粒机效率比寻常的脱粒机快了起码3倍，而且这免烧砖硬度居然堪比水泥，这是比国营大厂还要好的东西啊！建国，说实话，那场暴雨我还担心你们送不过来，没想到不仅没延期，这质量还这么好。朋友，我标定了，5万块货款，财务马上结。以后有啥难做的单子，尽管找我李建国。放心，忘不了你。妈，老汉，你们打开看就晓得喽。这是多少钱啊？嘿嘿，不多，5万。5万！是啊，别哥给我结的货款吗？5万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农机只是第一步，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那个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。我给他起了个名儿叫铁牛。我们乡下的运输可匮乏得很，你看这儿能拉粮，这儿能装肥料，乡亲们要是有了它，省多少劲儿啊！大卡车又太贵，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，所以我想搞一个专门的农用运输车。这车前面一个轮子，后面个大豆，结构简单，用柴油机带，关键是造价便宜。我们如何能造出来？那就是全县甚至全省的独一份。但那变速箱这些，咱们这设备能造吗？咱们现在只有几台旧车床，精度怕是不够啊。派人去县里废品站，把能用的废钢、旧齿轮全收回来。只要咱们肯动脑子，这套新设备一定能组出来。各位师傅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们可以先手搓一台样车出来。烂齿轮、断轴，指望用这些垃圾造变速箱，年轻人心气高，等他撞了南墙就晓得回头了。直接上手。老张，你看厂长那个手势，用卡矢量，这怎么可能平整？
高级技师也不敢这么玩啊！手艺是好，可这毕竟是拼凑出来的，能赚得起来吗？上台架，试车！就这堆废弃零件，样式倒是做得不错，可毕竟是废零件啊。真的动了啊，声音还挺顺。哇，难道真成了？杨二，1档，3档，直接上5档。真是神了，厂长，你这手绝活，我是真服了。这哪里是拼破烂，这简直是变戏法啊！虽然成功了，但也只能手搓1台，没办法手搓100台。咋还叹气呢？是不是哪儿没弄好？老汉，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没得办法量产，能用的材料就这么点儿。想要量产，就得买新钢。可那种特种和金刚是国家管制的厂，没指标，有钱都没地儿买。王二，实在不行就算了，我们接着造脱粒机也赚钱，何必非要去碰那个铁牛呢？只有造车才能带咱们村真正富起来。技术我有，图纸我有，现在就卡在这块钢上。孙教授，您咋来了？刘建设跟我说，你小子在用废铁造车，这不特意来看看。别提了，根本没办法量产。都有钢板，我们也是在废品站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点。我倒有点门路啊，还请孙教授指点。昂批了3吨特种和金刚，是用来搞技术攻关的。拿着好钢材，却连那台进口的德国联合收割机都修不好。再过3天，省验收组就要来了。如果修不好，他们不仅要挨批，这批钢材指标也要被收回，立了军令状。我推荐你去修，只要你能修好那台洋机器，我就有理由把这批作为奖励的钢材指标划拨给你。建厂踢馆，踢！只要给钢，你说修机器，让我给他们造1台都行。你腿子，他见过这种进口的高级货吗？别给修坏了，卖了他都赔不起。能抓耗子就是好猫。你们修了1个月都没动静，还不让别人试试？反正军令状是你立的，真出了事儿，也得你来担。是液压分配阀的回油孔堵了，导致压力不平衡。我们总工说是主泵坏了，正准备换泵呢。你懂不懂液压？点火！你别告诉我，你这就修完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说的，你也是孙教授保的，出了事儿我可不管，听他的，打火！陈厂长，愿赌服输，那3吨和金刚的指标归李建国了。我总算连夜赶回来了，有了这批材料，再加上新设计的模具，量产就不再是梦了。来啦，建国哥，这就来。除了孙教授，我还请来了县运输队的王科长和煤矿的刘老板。前面一个轮子能跑稳吗？听说能拉3吨，吹牛吧？
咱这的大拖拉机才拉1吨多。雅儿带着人呼啦啦把3吨砖头全装了进去。李厂长，这可是3吨10重，你这3轮车要是趴窝了，我们大老远跑来可就看笑话了。王科长，您瞧好了。这真是神车呀！比牛劲儿大多了，竟然还能自己把货给卸了。这就是咱们利民厂造的铁牛1号，能拉3吨，这劲儿拉煤拉砖绝对没问题。2000块，直接开回家。这钱对他们是天文数字，可对王科长和刘老板来说，这简直是白菜价。搞台解放牌卡车的几万块，还没指标呢。2000块，真的不需要票？来5台。矿上正缺这种运煤的车，建国厂长，你可不能赖账。李厂长，我是县运输队的，这车我要10台，这2万块支票，先给我装车，快点！刚才还怀疑的人，现在恨不得把钞票直接塞进我怀里。1个月才卖出去5台拖拉机，那个李建国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抢了我的钢材，现在还来抢我的饭碗。车太便宜了，而且确实比咱们的拖拉机好用。我看是吹出来的。他一个村办厂，有什么质检，有什么安全保障，我倒要好好查查。我是查的话，其实我倒有一个人推荐。哦，谁？叫王强，之前被李建国弄进去了，才出来。行，马上给我把他找过来。听说你们跟李建国有仇？这小子害得我坐了1年牢，家底都赔光了。想报仇吗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只要能搞死李建国，搞死他不用，得让他生不如死。做生意最怕的是名声臭，让全县人都知道李建国的车是吃人车。这桌上的钱是你的，我还可以给你安排进机械厂当正式工。行，全听钱厂长安排。这辆车是我花了大价钱找中间人从隔壁县买回来的，那买家还不乐意卖，说是这车拉货赚钱快得很。我呸！强哥，你放心，只要能进县机械厂当正式工，拿铁饭碗，你让我干啥就干啥。只要那个钱厂长说话算话，别说演戏，就是让我去李建国厂门口上吊都行。只要这车意外出故障，咱们的任务就能成。职场平时鬼影子都没一个，正好办事。运作稳了，老子今天要让这破车散架！慢点，慢个屁！不狠点怎么换？强哥，这没断啊，连碗都没碗，不可能！再来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强哥，车没坏，我快散架了。树林，举，给我把后桥举断。这可是哥哥，少废话！想不想要工作了？想不想报仇了？动手！钢太硬了，你看锯条都磨脱撸皮了，才锯出个小口子。以前机械厂的钢也没这么难搞啊！闪开！我来！我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累的活。终
于断了。造个农用车，弄得比装甲车还结实，太苦了咱们。现在车轴断了，接下来就该你们上场了。要看着惨，越惨越好。放心吧，强哥，明天我就躺在这车边上，只要我不起来，谁也别想把这事儿平了。乡亲们啊，大家来看看，这就是咱们县的明星企业，这就是李建国造的好车。正常拉货走平路，车轴突然就断了，车翻人伤。我弟媳妇肚子里还有孩子，现在生死未卜。苦啊，李建国这个杀千刀的，用废铁造车，这是谋财害命啊！这也太吓人了！看来便宜没好货啊！幸亏我没买，不然躺在那儿的就是我了。那我那1000块定金还能退吗？退，必须退！这要是拉回去出了人命，咱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走，找他们退钱去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方向正在出问题，大家冷静点。欺人太甚！这帮狗不门马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一动手，有理也变没理了。厂长，现在怎么办？刚才又有2个县的农机站打电话来说要取消订单，工人们也都没心思干活了。这是他们在外面发的传单，说你的钢材没有合格证，是废品回收站借来的垃圾。我看是专家王强、周树林，还有他们背后那个，这盘棋下的挺大呀。厂长，现在舆论对咱们很不利，如果不马上澄清利民厂的名声，就彻底臭了。他们不是说我的车轴碎吗？不是说我是废铁吗？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。还有，通知查车班铲5吨配重铁过来。厂长，你这是要做啥？今天我要在厂门口摆擂台。李建国，你终于肯露头了！杀人犯，大家看啊，这就是黑心厂长！万种事故您怎么解释？听说您的钢材来源不明，这是真的吗？李建国同志，我们接到大量举报，说你们厂生产伪劣产品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同志，我配合调查，但在这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说。各位老板，有人说我是黑心商，说我的车是废铁。我李建国虽然是农民出身，但我知道做人要讲良心，做生意要讲诚信。我不辩解，我只要求一个机会，给我1天的时间，就在这儿做一场公开质检。公开质检？对，我会拿出一辆新车进行极限测试。如果是质量问题，这厂子我不要了，充公。我去派出所自首坐牢，赔这帮孙子100万。如果只有人陷害，有人故意破坏，让他把裸体坐穿，倾家荡产，赌就赌，3天后我看你怎么办。这次看你还不死。管理混乱，出现这种恶性事故是迟早的事。看看劣质产品是怎么害人的。这李建国搞这么大阵仗，还要跑到县广场来。哎，我相信他的技术，但这舆论压力太大了，希望他别冲动。李建国，赔钱，赔命！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领导、记者同志们，说我的车轴碎如纸，说我是用废铁造车。
手中正常行驶旧断轴的车，右边这辆是我刚从生产线上开下来的新车。前厂长说我的钢材不合格，一比到底谁的钢硬？为了证明我的质量，我要破个例。杨二上货，给我装5吨！疯了吧？这车不得压扁了？5吨，哼，他这是在找死，这车轴非断不可。那得多重啊！这小子不要命了！这可是超载近1倍啊！冒险了！王强说，他的车拉了2个人，走平路就断了。拉5吨石头，从那个2米高的台子上冲下来。断了，当场把厂子关了，去派出所自首。但如果车没断，就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正常行驶？这能行吗？咱们之前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坏那个轴的。5吨重力砸下来，我就不信他那根破轴能顶得住，他这是自己找死！这么高，这么重，神仙也得散架。一定是废铁了，一定是。神车，这是神车呀！5吨都甩不烂。各位，看清楚了吗？大家请看，我的车拉着5吨石头从2米高台飞下来，毫发无损。这辆车拉了2个人，走平路就断了，你们信吗？麻烦您给大伙看看这轴到底是怎么断的。省机械研究所的孙文斌，从金属学角度来看，受力断裂的痕迹应该是粗糙的、拉伸状的，轴的边缘凹陷非常严重，有反复被重物锤击留下的凹坑。这是典型的人为暴力破坏。太不要脸了！为了讹钱，竟然自己把车砸坏了！这砸痕是哪儿来的？要不要我现在带人去看看你出事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别抓我！别抓我！这逼我干的！我们砸了好久才断。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来演戏的。刚才不是说烫了吗？骗子！一家子！骗子！打死他们！别打了，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这次又准备拉谁来垫背？那个姓钱的，是他给我钱，让我搞垮你的。是他？你胡说！我不认识他！你们别乱来！谁扔的石头？现在有人指证你涉嫌不正当竞争、商业欺诈和教唆，破坏他人财物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犯了错，谁都一样，带走。还有没有更高的？没有的话，就要拍板了。恭喜利民农机厂李建国同志竞拍成功。
我们是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，那是个烂摊子，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啊！老汉，我们买的不是烂摊子，是那几百台机床，还有那几百个熟练工人。有了这个厂，我们就不再是村里的草台班子，而是正规军了。开门，厂长来了！老板来了都不开门，看来这帮大爷是不欢迎我们这帮泥腿子。现在居然要给泥腿子打工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有何贵干啊？为什么不开工？订单都在那儿堆着，机器为什么停着？开工，李厂长！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的打铁铺呢？抡起锤子就能干？我们这是正规大厂，没图纸，没工艺，没刀具，怎么干？都3月没发工资了，饿得手软，拿不动扳手啊！明天就发这1个月的，现在的任务是立刻恢复生产。明天发，那就明天干呗。老赵是吧？看来你是不服气我这个泥腿子来管你们。李厂长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。术业有专攻，你会造农用车，那是低端货，那是粗货。我们干的可是精密加工，这机床上的刻度比头发丝还细，你们那双拿锄头的手摸得准。握下来的苏制 M1420万能外圆膜床，精度是微米级的，那是咱们厂的镇厂之宝。主轴跳动超标，磨出来的东西全是废品。前厂长请了省里的专家都没修好。李厂长，这可是洋玩意儿。主任这是给新厂长下马威呢，这机器结构复杂得很，拆错一个螺丝就废了。这玩意修好，那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你要是修不好，嘿嘿，那这精密车间的事儿你就别插手，还是回村里造你的砖头去。在技术面前，没有什么洋不洋，只有懂不懂。杨二，拿工具箱来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泥腿滋滋的手。开机。这机器这毛病，开机容易打坏砂轮。那是主轴箱啊，里面全是精密齿轮，装错一个就废了。这泥腿子是来搞笑的吧？哼！老赵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么小的磨损，肉眼很难看出来啊。就是这点磨损导致主轴间隙过大，这就是病根。找到了也没用，这是苏制的非标件，咱们国内买不到配件，要定做模具的好几个月。1个月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买不到我就给你搓一个出来，搓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搓出来？根本是在胡这泥腿子当他比机器还厉害吗？可不，用搓刀修精密齿轮。上弓箭测试，
这真能行，李厂长？我们厂可就这么一台机器，要是坏了，现在我是厂长，坏了自然由我来负责。我可劝过你了，反正这可不关我的事儿。不对，苏制这机器1分1毫的误差都不能有，否则根本不能运转起来。你手搓出来的齿轮是零误差？我老赵服了。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是村里来的，但技术不分城里乡下。我也知道厂子为什么会垮，因为大锅饭，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。从今天起，利民机械厂废除固定工资。你说真的？那我要是带人把那堆积压的订单赶出来，那下个月你拿的钱能把你那自行车的轮子压扁。一车间赵大刚，这个月你带组超额完成任务，底薪加提成，一共280块。真发呀？多少？280？我的天，这可是一大牢啊！王二，150块，刘三，180块。发出去。我们还赚吗？翻了10倍，这点工资算什么？已经把全县甚至周边几个县的市场彻底吃下来了。虽然还是全县第一，但比上个月只增长了不到5%。说是能买得起的，有刚需的，基本都买了。市场好像有点饱和了。饱和也正常嘛。咱们这半年卖出去几千台了，这又不是大白菜，谁家天天买啊？依我看，咱们现在稳扎稳打，吃老本也够吃好几年了。做企业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市场彻底饱和，咱们几百号工人和西北风去。必须开发新产品，而且要是那种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万能机。为了寻找灵感，李建国带着李忠新再次下到了田间地头。正是春耕时节，田里一片繁忙。李建国看到，虽然不少人家里有了铁牛，但那是用来拉货的，下不了水田，耕地还得靠老黄牛。不远处，一阵突突突的声音传来，只见一台绿色的手扶拖拉机在泥水里翻飞。这一天能耕几十亩，顶我这老牛干半个月。刘大爷，那既然好用，咋不买一台？我看您家不是刚买了我的铁牛吗？建国呀，不是大爷不想买，是买不到啊。同心是市里的大国企造的，一台要卖3800块，比你的铁牛贵差不多1倍。贵就算了，还得农机批条，那是给供销社和集体预留的。还要批条，这架子也太大了。能耕地，能抽水，能拉货，还能发电，这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万能机。汉，我知道咱们下一仗打哪儿了。大家先停一下，听我说。咱们有利民厂的技术骨干都在这儿了。各位，这就是咱们的新目标。市面上的红星拖拉机价格贵，还要票，咱们老百姓根本买不起，也买不到。自己的手扶拖拉机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更王。我要让所有的农民兄弟不用求人，不用排队，都能开上拖拉机。厂长，这红星厂可是市里的巨头，咱们跟他们抢饭碗。抢的就是巨头的饭碗。咱们现有的设备、底盘、变速箱都能造，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个心脏——单缸柴油机。您是专家，您给尝尝眼，这气缸用的是啥材料？这块骨头不好啃啊，
耐热性和强度都不够。柴油机高温高压，用普通铁灶干不了半小时就得炸杠。球磨竹铁，俗称球铁，这东西里面加了稀土煤合金，还得经过特殊的孕育处理，技术含量极高。放眼全省，掌握这种球磨竹铁量产技术的只有一家。你想造拖拉机跟他们竞争，他们怎么可能把核心材料卖给你？那是以前，备车带上20万现金，我要去一趟市里。是红星机械厂。李建国他们到的时候，看见进进出出穿着统一工装的工人和挂着各个单位牌照的小汽车。李建国手里提着2瓶茅台和2条中华，门卫才慢悠悠地放行。厂长在3楼，别乱跑啊！碰坏了机器，你们赔不起。切！建国哥，他们是坏人，我想回家。姚儿，记住，咱们是来求财的，不是来置气的。我是利民机械厂的李建国，这是给您带的一点家乡土特产。听说过，就是那个靠收破烂起家，在县里搞得乌烟瘴气的那个。都是为了混口饭吃。今天来是有笔大生意想跟您谈。贵厂的一批球磨、铸铁气钢毛坯。是想跟陈厂长借个火，大家一起发财。发财？你也配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别以为你在县里搞死了那个前厂长，就能到市里来撒野。你一家吃不完，我出钱买材料，你卖货赚钱，这是双赢。想来跟我们抢生意？那不是吗？听说在县里搞了点东西出来，就以为自己能上天了。你就他妈一辈子的土鳖！你这种土鳖还想抢老子的生意？拿着你的这些烂玩意儿，给我出去！全省的球铁，你1两也别想拿到。嘿嘿嘿，想造拖拉机，我看你是想造棺材。我要让你那个破厂子倾家荡产！我打死你！身边带的啥人？还带个棒槌，想打我？来啊，你试试今天走不走得了！陈厂长，买卖不成，仁义在，希望你还是能再考虑一下。按个数，再不走，我他妈让你横着出去！好，希望陈厂长别后悔。陈大光，你把门关死了，那老子就自己砸开一扇窗。走，回厂。陈大光那是把路堵死了。咱们还是老老实实造铁牛吧，别想那高档货了。东西不是光有决心就能练出来的，你需要专业的冲天炉，炉温必须稳定在1450度以上。你需要精确的球化剂配方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如果我说这2样我都有呢？它比红星厂的老式炉子热效率高20%，能轻松达到1500度。球化剂配方比起普通的球磨铸铁更好。建国，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比苏联专家的方案还要先进啊！技术我有，配方我有，现在我就缺一样东西，眼睛。看球化率，我们就没法监控质量，没法量产。管控物资啊，有钱都买不到，全省也没几台。在我老同学前红星厂总工苏长河手里，
那是一台德国进口的便携式金镶显微镜，不过是他的命根子。得罪了陈大光，早几年就被赶出去了，正在国营废品收购站看大门。废品站，走，马上出发。哎呀，破烂都是破烂，坏了就知道找我，这阀门都锈死了，神仙也修不好。哥，这个老头看起来比我还傻，别乱说话。压力上不去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压力一大就容易堵。我给你改了个并联油路，加了个旁通阀。还改了油路。小伙子，你是哪个厂的8级钳工？这手艺没20年练不出来啊！利明厂，就是那个来跟红星厂合作的。苏老，我不是陈大光的人，我也没和他合作，恰恰相反，我和他谈崩了，打算自己干。我来是想跟您借一样东西。哼，借钱免谈，借命一条。我不借钱，也不借命，我想借您那台金镶显微镜。我没有，快滚！苏老，您也是搞技术的，应该知道，没有显微镜，球磨铸铁就是瞎子摸象。小伙子，你会修机器，我承认你手艺不错，但炼铁是另一码事。就凭你们那个村办小厂，还想搞球铁？别做梦了！你知道配方吗？你知道炉子怎么造吗？陈大光那个蠢货拿着我的图纸都搞得半吊子，你凭什么？凭这个。遇热送风，稀土煤。这是你想出来的？天才！这是天才的设计啊！溴化率绝对能稳定在90%以上。我研究了一辈子都没敢想这种结构。让农民不再看别人脸色。苏老，红星厂已经烂了，我真没和他们合作。拿去，我跟你一起去，看着你练。要是练不出好铁，我砸了你的厂子。等着，我去收拾东西。哟，这不是苏总工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嘿嘿嘿嘿嘿。陈厂长可说了，让你在这儿好好养老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我只是去探访亲友，这不关你们的事。亲戚，我看是想跳槽吧？那箱子里装的啥？红星厂的东西你也敢往外带？这是苏老的私人物品。敢跟陈厂长抢人？扣下！先给我打断一条腿，扔出去！别动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我看这里面肯定是偷的图纸，给我砸了！是。大哥，弄死他！你还是个练家子，
苏老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陈大光既然派人盯着，肯定还有后手，咱们必须马上走，连夜回场。咱们这是往哪儿开？这不是去县里的大路啊！咱们走小路，抄近道回利民场。被堵住了，是陈大光的人。雅儿，坐稳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快刹车呀！我那是铁牛，是钢筋铁骨，没得事。冲出来了！有我在，苏老可以放心出山。这么耐造，是我们自己自产的铁牛，用于装货的。好家伙，咱这农民可算是有福喽！苏老既然来了，技术问题解决了，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，那就是钱。砖要特级的，焦炭要定点的，还有那一堆辅助设备。设备和材料清单我算出来了，起码得这个数，20万。厂长，是200万。这是要用金子造炉子吗？我们卖了那么多铁牛，账上也没这么多钱啊！咱们大部分钱都压在原材料和扩建厂房上了，流动资金不到30万。我不是申请了扩建贷款吗？回话了，说咱们厂经营风险大，贷款被驳回了。肯定是陈大光搞的鬼，他这是要用钱困死咱们。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，那是做梦。桑塔纳刚买没多久，能值个10几万。再把厂房和地皮做抵押，去找民间借贷，利息高点无所谓。这要是输了，咱们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如果不干，我们现在就已经输了。这一仗赢了，大家一起吃肉；输了，我一个人背债。婉儿，这是我和你妈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，一共3500块。现在拿去造炉子。老汉，我这老骨头也没几年活头了，这是我的退休金和积蓄2万块，建国拿着。这是哥给我发的奖金，我都存着呢，我也入股。厂长连车都卖了，咱们还怕个球？我有50。这厂子要是垮了，咱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？算我一份。太慢了，照这个速度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李厂长，这已经是加上夜班的速度了。这炉体结构复杂，专要一层层砌，急不得。一组负责地基浇筑，不用等干透，用速凝剂。这哪里是造炉子，这是在变魔术啊！真的只用了半个月，这炉子的气密性、垂直度比红星厂那个还要好。明天咱们开炉点火，我要让这第一炉铁水烧穿陈大光的封锁网。冲压多少？才1350度。球末铸铁是娇贵东西，温度必须顶到1480度以上，否则出来的就是废铁渣。鼓风机开到最大。
已经是最大功率了。全球停电！停电会咋样？鼓风机一停，风进不去，炉温马上就会雪崩式下降，就会凝固在炉子里，变成一个掏不出来的巨大铁疙瘩。陈大光，你果然只会这一招。都别慌，老子早防着他这一手。燕儿，启动2号方案。油门踩到底！我的天，这劲儿比电击还大！建国，你这到底搞了个什么怪物啊？苏老，别愣着了，不管是黑猫白猫，能吹风就是好猫。炉温多少了？1500度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准备出铁！您开口说句话吧，结果怎么样了？没有一丝裂纹，没有一点杂质，简直比教科书上的还标准。万岁！利宾厂万岁！陈大光，你的电闸拉得断电，但拉不断我的命。接下来该轮到我出牌了。通知装配车间，全线开工！我要让根王拖拉机在1个星期内铺满全线的每一个村头。有了苏老的球铁气缸，再加上我重新调校的变速箱翅柄，这台机器比红星厂的要强3成。不仅是劲儿大，还省油。咱们这个可是这一代最先进的单缸柴油机。咱们怎么卖？红星厂在各个乡镇都有供销社渠道，咱们毕竟是个新牌子，咱们不需要求着供销社卖。听说红星牌今天去了赵家庄，咱们也去下乡，去地里跟红星厂真刀真枪的干一场。咱们去赵家庄的烂泥田摆擂台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市里的名牌红星拖拉机，只有它能征服这片烂泥田。现在买虽然要批缴，但只要交了钱，我保证3个月内给你们提货。还要3个月啊！而且3800块，太贵了，买不起啊！市里的国企质量有保障，你们别贪便宜买那些杂牌子。刘干事，李建国吗？怎么，造个破车也敢拉出来溜溜？也不怕陷进泥里出不来？别一下去就爬窝，到时候还得求我红星车把你拖上来，那可丢人了。刘干事，既然咱们都把车开来了，敢不敢比划比划？哼，比划，你想怎么比？就比这块田。谁要是陷车了，谁要是熄火了，谁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承认自己是砸牌子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刘干事，人家都叫板了，你敢不敢接？你是自取其辱！红星大厂还怕你个村办作坊？比就比！
啊！什么破地？送啊！哦，这车劲儿真大，比红星的强多了。这就叫梗网。这简直是神机啊！大家别信他，这种私人厂子的车肯定卖的死贵，而且坏了都没地儿修。但我们要么不卖，卖就是3800块的国企信誉，还要批条，还要等3个月。我的梗王不用批条，不用排队，现货现提，价格只要2200块，便宜1600。我的天，这也太便宜了，成本都不够！你这是扰乱市场！发动机终身保修。我就住在利民厂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喵。我有钱，给我来一台！我不买红心了，把刚才交的定金退给我，我要买梗王。别退啊，我们是国企。经常拿货的，我那是瞎了眼，现在我全退了，我要订50台梗王，这是全款，先给我发货，我出2300一台，给我100台。仓库里的存货1晚上就被抢光了，订单排到下个月了。陈大光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降价，李建国卖2200，我们就卖1800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他。不能再降了，272已经是亏本了，卖1800，我们连买钢材的钱都不够啊！材料了，去用那些淘汰的，买最廉价的配件，把高质量铸件换成普通的，外表喷上漆，看着一样就行。先把市场抢回来，把资金链盘活。要是出了事，不出事现在就得饿死，按我说的做，出了事我顶着。前方救兵要造反了！关于产品安全隐患的紧急通报，情况非常严重，你们自己先解决。陈大光为了钱，连底线都不要了，这是自取灭亡，被这败家子给毁了。苏老，苏老，咱们不能看着这个牌子拦在他手里。雅儿联系报社。哥发啥？就说利民厂为了保障农民安全，决定帮红星厂擦屁股。凭发票和坏车到利民厂以旧换新，一台旧车抵扣1000块，换购我们的梗王。李总，红星厂现在账上没钱，仓库里全是退回来的缆车。但那样的话，这2000多名工人就只能遣散回家了。不能散啊！大家伙在厂里干了半辈子，只会造拖拉机，这一散，这把年纪去哪儿找饭碗啊？只要利民厂肯接手，哪怕工资低一点，我们也愿意干。现在有实力吃下这个盘子的，只有您的利民集团了。接盘，债务方面我们可以申请延期和减免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不养闲人。债务我背，但经营权归我，任何人不得插手。那些蛀虫，我一个不要，全部开除。多劳多得。行，只要有活干，凭力气吃饭，咱们不怕考核。好，签合同，从今天起，红星厂翻篇了。
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回来了。同志们，我知道你们心里有落差，觉得被一个村半场兼并了，是奇耻大辱。是那个为了赚钱不顾良心的陈大光。从今天起，这里没有什么大厂长和小厂长之分。聘请苏长和同志担任利民集团终身总工程师，主管所有技术研发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想我现在也是时候出发了。你出发啥呀？我要去上学。昨天我和孙教授已经说好了。也好，多读点书也好。建国，你是为了造汽车？咱们现在的底子，造拖拉机是到顶了。要想拿到国家的生产目录，光靠咱们这帮泥腿子的经验是不够的。我们需要理论，需要资质，需要更顶层的技术支持。我不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利民集团永远只能是各造农机的乡镇企业。这几千号人心里没底呀！谁说没了我不行？这几个月制度已经建好了，您全权负责技术和新产品研发，2分厂交给您。老赵，你负责1分厂的生产管理，抓质量，别让人乱花钱。另，您兼任总经理，把牙儿带在身边。晓得了，你切嘛，屋头有你老汉我，给你顶得起。你是天上的鹰，这小小的赵家庄，还有这个县城，困不住你。你想飞，爹不拦着，回来就回来，这厂子爹给你守着。要不是当年您那个修车棚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放心，我去读书不是去享福，我是去给咱们利民厂找个未来。在学校不要和同学打架，好好相处，晓得不？妈，我都好大累人了，还打啥子架哦？不要乱来哈！再给妈带个儿媳妇回来，张秀兰那种不要来哈。要的，都晓得了。